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《富爸爸穷爸爸》，房贷还有多少没还，信用卡账单什么时候到期，那个想报的课程要多少钱，为什么明明每天都在忙，账户里的数字却不见涨。我懂，深夜的床有时候像一块浮板，你飘在上面，上不去下不来，脑子里全是关于钱的焦虑。我第一次翻开这本书是在一个加班到11点的晚上，当时我就想，又是成功学吧，又是那种教你怎么快速致富的书吧。但读到第10页我就愣住了，因为作者罗伯特·清崎他开篇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这本书不是教你如何赚钱，而是教你如何思考。罗伯特·清崎是谁？他1947年出生在夏威夷，父亲是夏威夷州教育部的官员，典型的中产阶级，但他口中的富爸爸其实是他最好的朋友的父亲。一个高中没毕业却成为夏威夷最富有商人之一的人。清崎9岁那年，他和朋友麦克想变得富有，于是他们分别向自己的父亲请教。他的亲生父亲，也就是穷爸爸，说贪财是万恶之源，而富爸爸那个没学历的商人说贫穷才是万恶之本。就是这句话让清崎开始了2个父亲的教育对比，一个拥有博士头衔却在晚年陷入财务困境，一个连高中都没读完却留下了数千万美元的遗产。清崎说，这本书是他30多年观察2个父亲的结果，不是理论，是血淋淋的现实。这本书1997年出版，被翻译成51种语言，销量超过4000万册。但清崎在书里反复强调，这不是一本读完就扔的书，而是一本需要慢慢品、慢慢练的书。就像深夜的电台，你听完了，不代表故事结束了，它会在你心里继续发酵。今天我想跟你聊的是书中最核心的4个概念，不是全部内容，因为我觉得先把这4个吃透，比囫囵吞枣的知道全部要强得多。第一个概念叫富人不为钱工作。清崎在书里讲了一个故事，他9岁那年和麦克一起去找富爸爸，说我们想学怎么变富。富爸爸说，我可以教你们，但你们得为我工作，每小时10美分。2个小孩高兴坏了，那时候10美分是不少钱，于是他们开始工作，每周6去富爸爸的便利店帮忙。但干了3个星期，清崎就受不了了，他觉得工资太低，工作太枯燥，他要求加薪。富爸爸听了摇摇头说，你跟我学的东西值这个价吗？清崎说，不值，但我要生活啊。富爸爸说，这就是问题所在，你让钱控制了你，而不是你控制钱。清崎当时很生气，他觉得富爸爸在剥削他，他甚至想再也不来了。但麦克告诉他，富爸爸想教我们东西，我们得耐心听。于是清崎继续工作，但这一次他开始观察。他发现便利店的漫画书因为过期卖不掉就被扔掉了。他问富爸爸，这些能给我吗？富爸爸说，可以，但你得自己处理。清崎和麦克开始收集这些过期漫画，在麦克家的地下室开了一个漫画图书馆，向其他小孩出租，每次10美分，他们不需要工作，漫画在帮他们赚钱。几个月后，他们赚的钱远远超过了在便利店打工的收入。清崎在书里写，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。富爸爸后来告诉他，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为钱工作，因为他们害怕没钱，害怕付不起账单，所以不得不接受低工资，忍受不喜欢的工作。他们被恐惧驱动，被贪婪控制，永远在起床、上班、付账减再起床的循环里打转。而富人，他们让钱为自己工作，他们先学习，先观察，先找到机会，而不是急于拿那份工资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真的忍不住叹了口气，因为我想到自己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，月薪3500，每天加班到10点，
周末还要随叫随到。我不敢辞职，因为怕没钱交房租，怕简历不好看，怕下一份工作更差。我被恐惧困住了。我以为我在努力工作，其实我只是被钱奴役了。清奇说，大多数人看不到机会，因为他们太忙于寻找安全感。他们想要稳定的工资，想要确定的未来，想要别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。但这种安全感是幻觉，是监狱。真正的安全来自于你知道如何创造收入，而不是依赖某一份工资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他后来加入海军陆战队，被派往越南。在战场上，他看到了真正的恐惧，也明白了穷爸爸和富爸爸的区别。穷爸爸会说，找个安全的工作，别冒险。富爸爸会说，学会管理风险，而不是逃避风险。清奇说，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逃避风险，所以他们永远学不会游泳，永远只能在岸边看着别人下水。第二个概念叫为什么要教授财务知识。清奇在书里讲了一个让人心惊的数据。他说，美国有超过5000万的百万富翁，但每年也有大量的百万富翁破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高收入，但没有财务知识。他们买得起豪宅豪车，但不知道资产和负债的区别。清奇说，这是学校教育的最大失败。我们花12年学习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却从来没人教我们怎么看资产负债表，怎么理解现金流，怎么让钱生钱。结果是，大多数人毕业了，拿到了高学历，找到了好工作，却依然在财务上挣扎。他举了他穷爸爸的例子。穷爸爸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，夏威夷州的教育部长，社会地位很高，但他一辈子都在为钱发愁。他买了大房子，以为是资产，其实是负债，因为每个月都要还贷款，交物业费，付维修费。他买了新车，以为是成功，其实是负担，因为车一开出 4S 店就贬值。他以为自己在积累财富，其实只是在积累债务。而富爸爸呢？他高中没毕业，但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资产。资产是能把钱放进你口袋的东西，负债是把钱从你口袋拿走的东西。房子如果是自住，就是负债，因为你在付钱。房子如果是出租，租金能覆盖贷款，还有盈余，才是资产。车如果是自用，就是负债。车如果是用来跑业务，创造收入，才可能成为资产。清奇在书里画了一张图，左边是收入，右边是支出，中间是资产和负债。穷人的现金流图很简单，收入进来，直接变成支出，没有资产。中产阶级的现金流图复杂一点，收入进来，先变成负债，比如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，然后负债产生更多支出，他们不得不更努力工作来还债。而富人的现金流图，收入进来，先变成资产，资产产生更多收入，收入再变成更多资产，形成一个正向循环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正好处在一个很迷茫的阶段。我工作5年，工资涨了不少，但存款没涨多少。我买了房，买了车，看起来像个成功人士，但每个月工资一发，各种账单就吞噬了大部分。我不是不知道要存钱，我只是不知道存下来的钱该往哪里放。银行利息跑不赢通胀，股票基金看不懂，房产门槛太高。我困在中产阶级的现金流里，越挣扎越紧。清奇说，这就是财务知识的重要性，不是让你去赌博，去投机，而是让你看懂游戏规则。他说，大多数人投资失败，不是因为运气不好，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。他们听消息炒股，跟风买房，把积蓄交给不懂的人打理，然后抱怨社会不公。但真正的投资者，他们会花时间学习，会研究标的，会计算风险，会在别人贪婪时恐惧，在别人恐惧时贪婪。他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。1973年，他从越南回来，想投资房地产。他看上了一栋楼，位置很好，但价格很高。他没有钱，但他有知识。他研究了那栋楼的历史，
发现前任业主管理不善，空置率很高。他算了一笔账，如果提高入住率，租金收入可以覆盖贷款，还有盈余。于是他去找银行，用他的计划和知识，而不是他的存款，说服了银行贷款给他。几年后，那栋楼升值了，他也赚到了第一桶金。清奇说，大多数人看到投资机会，第一反应是我没钱。但富爸爸会反问，如果你有钱，你能保证赚钱吗？大多数人不能保证，因为他们没有知识。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没钱，而是没知识。钱会流向有知识的人，就像水会流向低处一样自然。第3个概念叫关注自己的事业。清奇在书里讲了一个让人警醒的故事。他说，麦当劳的创始人雷·克罗克有一次在大学的 MBA 课堂上演讲，他问学生，我是做什么生意的？学生们说，你是做汉堡的啊。克罗克摇摇头说，错了，我的生意是房地产。清奇解释，克罗克真正的资产不是汉堡配方，不是门店装修，而是麦当劳在全球的黄金地段。他建立汉堡连锁是为了产生现金流，然后用这些现金流购买房地产。今天麦当劳是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持有者之一，它的租金收入远超汉堡销售利润。清奇说，这就是关注自己的事业和关注自己的职业的区别。大多数人混淆了这两者，他们有一份工作，就以为那是他们的事业，但工作是别人的事业。你是在为别人建设资产，你的工资越高，你交的税越多，你为老板创造的利润越多。但你自己呢？如果你今天被裁员，你的事业还在吗？他举了他穷爸爸的例子。穷爸爸一生都在教育系统工作，他以为教育是他的事业，但当他竞选副州长失败，失去了政府职位，他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。他的名声、人脉、资源都是建立在那个职位上的，职位没了，一切归零。而富爸爸，他一直在购买资产，加油站、便利店、房地产。他的事业是那些能产生收入的资产，而不是他具体在做什么工作。清奇说，真正的资产分为几类，不需要你到场就能正常运作的业务，比如你投资但不用管理的公司，股票、债券，能够产生收入的房地产，版税，比如音乐、手稿、专利，以及任何有价值、可产生收入或有增值潜力，并且销路很好的东西。他说，你应该把收入的一部分用来购买这些资产，而不是用来购买负债，比如更大的房子、更贵的车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真的被刺痛了。我工作这么多年，一直在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，以为那就是在经营事业。我学编程、学管理、学演讲，都是为了在职场上有更好的表现。但我从来没有想过，这些技能、这些时间是在为谁建设资产。我为公司创造了价值，公司给我工资，但公司因此增值了。而我呢？如果明天公司倒闭，我除了简历上多一行字，还有什么？清奇说，这就是中产阶级的陷阱。他们努力工作，升职加薪，买更大的房子，换更好的车，送孩子去更贵的学校，然后不得不更努力工作来支付这一切。他们看起来成功了，实际上只是进入了更高档的仓鼠轮。他们没有时间思考，没有精力学习，没有机会建立自己的资产。他们以为自己在爬楼梯，其实只是在跑步机上。他建议，无论你现在收入多少，都应该把一部分钱用来购买资产，哪怕很少，哪怕很慢，也要开始。因为资产就像种子，种下去，施肥，时间会给你答案。而负债就像杂草，你现在觉得好看，将来会吞噬你的花园。第4个概念叫税收的历史和公司的力量。清奇在书里讲了一个让人愤怒的事实。他说，税收最初是为了惩罚富人而发明的。1913年，
美国宪法第16修正案通过，允许政府征收所得税。当时的大众情绪是让那些富有的混蛋多交点税，但结果是税收并没有让穷人变富，反而让中产阶级承担了最重的税负。清崎解释，这是因为富人有工具来避税，而穷人和中产阶级没有。这个工具就是公司。在个人所得税体系下，你赚得越多，税率越高，但在公司税制下，很多支出可以作为成本抵扣。比如富人可以用公司的钱买车、买房、吃饭、旅行，只要这些被定义为业务需要，就可以税前支出。而普通人，这些全是税后支出。他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，假设2个人都赚了10万美元，一个是雇员，一个是公司老板。雇员要先交个人所得税，税率可能是30%，剩下7万再用来支付生活开支。而公司老板可以先把收入放进公司，然后用公司的钱支付很多开支，比如汽车、电脑、部分餐费，甚至家庭办公室的一部分租金，这些都可以作为业务成本，最后剩下的利润才需要交税。而且公司税率往往低于个人所得税率。清崎说，这不是逃税，这是合法避税。税法是政府的政策工具，政府用税收优惠来鼓励某些行为，比如投资、创业、创造就业。富人只是更懂得利用这些规则，而普通人连规则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他讲了他自己的经历，他26岁那年开始用公司的形式运作他的业务。他买了一辆保时捷，但不是用个人收入买的，是用公司的钱作为公司资产。他每个月去夏威夷开会，住在公司的公寓里，这些都是业务需要。他说，我不是在炫耀，我是在说明一个事实，懂规则的人和不懂规则的人玩的是完全不同的游戏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感觉像是被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。我一直以为税收是公平的，是按收入比例征收的，但我从来没想过收入的形式不同，税负可以差这么多。我每个月工资条上的税是自动扣的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有没有办法合法减少。我以为那是会计的事，是老板的事，是富人事，跟我没关系。但清崎说，这就是问题所在，你放弃学习就放弃了权利。他还讲了一个更重要的点，公司不仅是避税工具，更是保护资产的工具。如果你个人欠债，债权人可以拿走你的一切，但如果你通过公司持有资产，公司和你是法律上的独立实体，公司破产不等于你个人破产。这是富爸爸教给他的另一课，不仅要会赚钱，还要会保护钱。清崎说，大多数人听到这里会觉得这是富人的游戏，跟自己无关。但他说，公司形式并不贵，注册一家公司可能只需要几百美元。关键是你要有那个意识，要把自己的财务当做一项事业来经营，而不是被动的等待工资到账。关于这4个概念的深层联系，我想多说几句。很多人读这本书会把这4个概念当成4个独立的技巧，今天试试这个，明天试试那个。但清崎在书里反复强调，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，是有内在逻辑的。富人不为钱工作是心态的转变，从恐惧驱动转向机会驱动。教授财务知识是能力的培养，让你看懂游戏规则。关注自己的事业是行动的指南，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资产建设中。税收和公司是工具的掌握，用合法的方式保护和增值财富。这个顺序很重要。我见过太多人还没学会不为钱工作，就急着去投资，结果成了被割的韭菜。还没搞懂资产和负债的区别，就急着买房买车，结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。还没建立自己的资产，就急着开公司避税，结果公司成了负担。清崎说，这就像试图在沙地上建房子，看起来很快，一阵风就倒了。富人不为钱工作是基础中的基础。如果你不能克服对没钱的恐惧，不
不能延迟满足，不能花时间学习，而不是急于拿工资，那你就谈不上后面的步骤。你会永远在追逐下一个机会，永远在焦虑，永远在原地打转。教授财务知识是能力的保障。如果你看不懂财务报表，不知道现金流怎么运作，你就会被各种投资机会忽悠。清奇说，大多数人投资失败，不是因为运气不好，而是因为他们懒惰，不愿意花时间学习。他们宁愿把钱交给专家，然后抱怨专家不靠谱。但真正的投资者，他们自己做功课，自己承担责任，关注自己的事业是行动的核心。知识不转化为行动，就是空谈。清奇说，你应该每个月先支付给自己，把收入的一部分强制存入资产账户，然后再去支付账单。这听起来很激进，甚至很危险。但他说，压力会迫使你寻找更多收入，而不是永远依赖工资。这是一种强制成长的机制。税收和公司是进阶的工具。当你有了资产，有了收入，你就需要学会保护和优化。这不是逃税，这是智慧。清奇说，政府用税法来引导行为，如果你顺着规则走，你会得到奖励；如果你逆着规则走，你会受到惩罚。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逆着规则走，所以他们一辈子都在交最多的税，得到最少的保护。说到实践，我想分享一些具体的做法。关于富人不为钱工作，清奇建议每天做一个简单的练习，记录你的时间使用情况，看看有多少是用来学习、观察、寻找机会的，有多少是用来换取即时收入的。他说，如果你90%的时间都在为钱工作，那你就是钱的奴隶。你应该逐步提高不为钱工作的时间比例，哪怕从10%开始。关于教授财务知识，清奇推荐从读懂财务报表开始，不是要成为会计，而是要理解资产、负债、收入、支出的关系。他说，你可以从自己的个人财务开始，列出自己的资产和负债，画出现金流图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你以为的资产可能其实是负债。关于关注自己的事业，清奇建议每个人都建立一个资产栏。无论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，都应该有一项或多项在建设的资产，可能是副业，可能是投资，可能是学习一项能变现的技能。他说，你的目标应该是有一天资产产生的收入能覆盖你的支出，那时候你就自由了。关于税收和公司，清奇建议找专业人士咨询，但不要完全依赖他们。你自己要懂基本原理，才能判断建议的好坏。他说，最好的投资是投资自己的财务教育，这比任何股票、房产都更值得。我自己实践这些概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说实话，不是每次都成功，有时候还是会回到旧模式，为了安全感而接受不喜欢的工作，为了面子而购买负债，为了省事而放弃学习。但清奇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安慰，财务自由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每一次你觉察到自己偏离了轨道，然后重新选择，你就在向目标靠近。我还想说说我身边的一个例子。我朋友小李，普通上班族，月薪1万出头。读了这本书后，他开始改变。他不再追求升职加薪，而是追求能学到东西、能接触资源的机会。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房地产投资知识，看了上百套房，终于找到一套租金能覆盖贷款的，首付是借的，但他算过账，现金流是正的。3年后，那套房子升值了，他又用增值部分抵押买了第2套。现在他有5套小房子，租金收入已经超过工资。他说，他最大的改变不是有钱了，而是不再害怕被裁员，因为他知道，即使明天失业，他的资产还在为他工作。当然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复制这个路径。清奇也强调，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。关键是思维方式的转变。
从我要找一份好工作变成我要建立能创造收入的资产。我还想谈谈这本书对当下社会的现实意义。我们正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，人工智能在取代白领工作，自动化在消灭蓝领岗位，零工经济让稳定雇佣成为过去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找一份好工作这个建议变得越来越不可靠。清奇在20多年前写的书，今天反而更加适用。因为当铁饭碗消失，每个人都需要成为自己的 CEO， 都需要建立自己的资产，都需要懂财务知识。但讽刺的是，我们的教育体系几乎没有变化。学校还在培养雇员，而不是企业家，还在教技能，而不是财务智慧，还在强调服从，而不是创新。结果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满怀希望的毕业，然后发现游戏规则和他们学的不一样。清奇说，这就是为什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不是因为富人更聪明更努力，而是因为他们懂规则，而穷人不懂。信息就是力量，财务知识就是现代社会的生存技能，不懂的人只能在黑暗中摸索，被各种力量收割。这本书也让我重新思考成功的定义。我们从小被教育，成功就是好成绩、好大学、好工作、好房子。但清奇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，如果这就是成功，为什么那么多成功人士不快乐、不健康、不自由？他们被困在高档的仓鼠轮里，表面光鲜，内心焦虑。这不是成功，这是高级的失败。清奇说，真正的成功是自由，时间的自由，选择的自由，心灵的自由。当你不再为钱工作，当你有资产为你产生收入，当你可以选择做或不做什么，那才是成功。这种成功不需要别人的认可，不需要社会的标签，它是内在的、真实的。这让我想起书里的那句话，穷人和中产阶级为钱工作，富人让钱为他们工作。这不是道德判断，这是事实陈述。你可以选择继续做前者，也可以选择学习成为后者。但无论如何，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选择，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夜深了，我知道你可能也在想着钱的事，房贷、账单、孩子的学费、父母的医疗费，那些数字在脑子里转，让你睡不着。那种焦虑感，那种怕自己做错决定的恐惧，我懂。但这本书告诉我，与其焦虑，不如学习；与其抱怨，不如行动；与其等待机会，不如创造机会。清奇在书的最后说，每个人都有天赋，都有机会，但大多数人让恐惧挡住了路。他们害怕失败，害怕嘲笑，害怕与众不同，所以选择了安全，选择了平庸，选择了遗憾。而富人，他们只是比普通人多走了几步，多试了几回，多坚持了一段时间。所以如果你此刻正躺在床上，脑子里还在转着钱的焦虑，我想邀请你试着对自己说一句，我选择不再被恐惧控制，我选择学习，我选择行动。试着想想，如果你的人生是一部电影，你希望结局是什么样的？然后从这个结局倒推，明天最该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书里的那盏灯不是照亮捷径的灯，而是照亮可能性的灯。它告诉你，游戏规则是可以学习的，财务自由是可以实现的，你的人生是可以自己设计的。那盏灯一直在那里，等着你去点亮它。所以，你准备好打破自己的循环了吗？晚安，明天见。